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明天去山上郊游，想提前准备一些食物当做午餐。他们买了一包吐司、火腿和起司，每个种类都有10片，打算来做三明治。买完后，他们回到小树蛙家，在厨房做了5份三明治。吐司用完了，但是火腿和起司都还有剩。狐狸猫觉得很困惑，我不是明明都各买1包了，怎么吐司用完了，火腿和起司还有剩呢？小树蛙说，因为做1份三明治需要2片吐司、1片起司和1片火腿，既然3种材料各有10片，一次需要用2片的吐司，当然最快用完。这次做三明治的配方就像一个化学反应式，我们可以把吐司、火腿和起司看成是反应物，三明治则是生成物。之前学到的化学计量是从化学反应式推算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质量和分子数量的关系。小树蛙说，在我们利用化学反应式表达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关系之前，我来考考你，是否还真的记得化学反应式的表示方法？荧幕前的你也跟狐狸猫一起动动脑吧。狐狸猫说，我知道，平衡化学反应式时，要先从生成物的组成原子开始。但是生成物有3个原子，我们要从哪一个开始呢？小树蛙说，别怕，以这题为例，我们可以从碳原子开始平衡。反应物和生成物的碳原子皆有1个，因此甲烷和2氧化碳的系数为1。接着看氢原子，生成物有2个，反应物有4个，所以水的系数为2。最后来看氧原子，生成物总共有2加1个氧原子，反应物则有2个，而先前已经将2氧化碳的系数保持在1，水的系数为2，所以将氧气的系数乘以2，整个反应式便达到平衡。隔天，他们郊游回来后，决定要来好好探讨化学计量，于是便跑去实验室做一个燃烧镁带的实验。他们准备了实验器材，有镁带、酒精灯、干锅钳和电子秤。先称取 2.4 公克的镁带，在空气中完全燃烧，注意不要直视镁带燃烧的白光，然后再将生成物称重，发现生成物的质量为4公克。小树蛙写出反应式，并告诉狐狸猫，镁的原子量是24，氧的原子量是16。其实只要知道燃烧前的镁的质量有多少，就可以推算出燃烧后产生的氧化镁的质量哦。狐狸猫说，没有办法吧，这个实验中不知道反应物的氧气有多少公克啊。小树蛙回答，在空气中具有充足的氧气，可以让镁完全反应燃烧，所以我们可以假设镁完全反应后，运用反应的系数和摩尔数的关系来推论。狐狸猫，你可以帮忙算一下反应前的镁有多少摩尔吗？狐狸猫说，这个简单，可以利用质量除以原子量算出摩尔数，所以反应前的镁是 2.4 除以24等于 0.1 摩尔。小树蛙把镁的摩尔数写在反应式的下方，并说明 0.1 摩尔的镁完全反应需要 0.05 摩尔的氧气，空气中可以提供需要的量，依照反应式的系数比，可以推论反应后会产生 0.1 摩尔的氧化镁，氧化镁的分子量为40，所以可以得到4公克氧化镁。所以只要确定会完全反应完的反应物质量，就可以推算出生成物的质量。但狐狸猫觉得这只是凑巧。小树蛙对狐狸猫说，不然我们再继续多做几次实验看看。于是小树蛙和狐狸猫分别又取了 3.6 公克、4.8 公克、6公克的镁带。接着小树蛙将镁的质量记录在表格中，并将推论出可以生成的氧化镁质量也记录在表格中，然后进行镁带燃烧实验，并将反应后产生的氧化镁称重并记录下来。实验后，小树蛙将推论可以生成氧化镁的质量和实际生成的氧化镁质量画成图，
狐狸猫发现推论的氧化镁质量和实际得到的氧化镁质量几乎一样，虽不至于完全相同，但十分接近了。狐狸猫惊呼：原来真的可以透过化学反应式和完全反应完的反应物质量推算出生成物的质量。小树蛙说：是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小树蛙说：我们先写出这个实验的化学反应式，并加以平衡。狐狸猫抢着说：平衡的部分让我来。反应式平衡后，应该是 2H2O2 产生 2H2O 和 1O2。小树蛙赞美狐狸猫做得好。平衡反应式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系数比和摩尔数比。接着小树蛙问狐狸猫：从题目里可以知道32公克的氧气等于多少摩尔呢？狐狸猫说：氧气的分子量是32，所以32公克的氧气等于1摩尔。然后可以从反应方程式的系数比得知，要产生1摩尔的氧气需要2摩尔的双氧水。小树蛙说：狐狸猫真厉害，双氧水的分子量是1乘以2加16乘以2等于34，2摩尔的双氧水质量是……小树蛙还没说完，狐狸猫就急着说：我知道答案了，产生32公克的氧气至少需要68公克的 H2O2。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借由化学反应式可推算反应物与生成物间摩尔数与质量的关系。化学剂量是借由化学反应式的系数和已知的反应物或生成物的量，可推算出此反应中其他物质，譬如其他反应物的消耗量或是其他生成物的产量。最后，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炎炎夏日，总让人想来一杯冰凉的饮料。你知道吗？其实每杯好喝的饮料都是有固定配方，并依照比例调制而成。你是否也想尝试着调配一杯完美比例的饮料呢？请试着将你的配方用化学反应方程式的样子呈现，并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